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叶豪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今天是以排行榜形式来跟大家见面。那在揭晓之前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录义工现场的心得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，上班录的整个过程跟心得。当天是2点半的时候，每一组会出来打招呼。那每一组出来的组别呢，不一定是表演的组别，所以是随机分配的。那在现场呢，就可以很容易意识到谁的人气比较高。大家都会做很多应援的东西来表示他人气是非常高的。那我在里面呢，有看到一点，有些队长呢，他们是非常好心的，就是他们会跟大家一起排好队伍，一起跟大家 say 大家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谁。那有些呢就是比较放飞自我，就是但因为我是受爱奇艺邀请，所以我提前到他们的拍照墙去打卡啊、拍照啊。那在看上班录的时候也稍微比较特别前面一点啦。第二个问题，当天录制的流程，那我们当天是中午到2点半是上班录，差不多到4点的时候进去，5点的时候开始。那在这过程里面呢，在我们的手机的镜头上面，然后贴贴纸这样子，然后给我们遥控器。以防万一我们真的在现场就拿包包这样偷拍。那遥控器的话呢，在现场的时候，它会确定你的这个机器是可以投票的，差不多1个小时。正式表演的时候是5点，结束的时候是8点半，其实非常快，因为几乎每一组都只有1次的机会。其实应该也可以再更快的，一组结束的时候，现场就欢呼嘛，这样导播就说来咔咔咔咔咔，他就会 take 一个画面给保全，保全就会说这谁，因为被抓大概有4、5次，现场就会请他出去。我觉得大部分都在处理这种状况，所以如果现场去加油打气的粉丝们，如果可以好好遵守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8点就可以结束了。第3个问题，现场看跟播出有没有差？有差，差在尖叫声。我平常在看没有运镜的版本，那才是我们现场看的感觉。播放出来的感觉都是有加一些音效啊、尖叫声啊、导师的欢呼声干嘛。那其实呢，我是在最后一排，我离导师非常近，所以大概他们在什么时候起哄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大家觉得非常亮眼的时候，比如说后空翻，大家就鼓噪起来。人气比较落后一点的，那台下就会稍微比较安静。那手幅呢就会这样子。那人气高的选手呢，他的手幅就是会有这样。不可能大家只支持一个嘛，所以大家手幅背后呢有2个名字。有些人非常聪明哈，他们是会拿白色的画板，一翻开就下一个名字，一翻开就下一个名字。第4个问题，舞台的灯光跟音乐的现场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舞台呢跟音乐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只有表演那么1次，没有大家所谓的重录或者是重 take 画面干嘛的，没有，他们只有 one take。所以呢，舞台效果灯光一定要打得最好嘛。接下来就是看选手们的表现，所以选手们要是突然忘词、破音，现场可是非常明显的，因为不一定每1分每1秒都有播放的时候的尖叫声。那在现场呢，有 bonus 的好处，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些偷拍人的时候呢，现场就会稍微鼓噪一阵子，因为我们要找出是谁偷拍的嘛。等待休息的过程中，台上的荧幕就会播放上一组或者是之前表演过的组别，让我们一直重新再看一次。第5个问题，你有最感动的瞬间吗？老实说，非常感动。我觉得这是每一位追星人在台下的感受，就像你去看演唱会。我觉得这跟演唱会不太一样，演唱会是我觉得我跟他一定的羁绊，他也治愈我生命中某些时刻，所以我到现场呢，是不管他唱的好与不好，我都会为他欢呼。那选秀节目的不太一样，就是你今天支持的这个人，你下一次不一定会看到他的，因为我觉得现场的投票是比 App 的投票分数还来得更多。虽然节目里面可能有一些 bonus 啊、第1名啊，如果你爱奇艺有花很多钱的话，你也可以投票多票，但是现场的票是可以决定他们当天的分数的，这个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有机会，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支持选秀比赛的选手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有看到他出道了，你真的会感动是说不出来。因为选秀就是2层节目，所以当你看到你慢慢的把他送进了大舞台，可能送进了妈妈舞台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天哪，这个是与他共同享受的殊荣。我来揭晓，以我心中认为义工舞台前3名的团体。第3名 ，Boom Boom Bass。我觉得这一组不能少了3少爷，3少爷就是段星星啊、刘冠佑啊、孙颖浩。我觉得他们的实力跟他们的人气都是旗鼓相当的。那冠佑的 part 就表现得非常的稳，因为他不仅要唱高音，要很多的难度的动作。我觉得星星的舞蹈非常的干净。因为在这里面呢，他是舞蹈担当，所以我觉得他在里面是真的是游刃有余的。那孙颖浩呢，就是我只能这么说，孙姐你就是贵气满满。我觉得他们3个啊，再加在这组里面，其实一开始会担心说我看不到其他的人，可是在我现场看的时候，我是有看到其他人的突出的表现的，只是他们3个占据比较多的时间。那我觉得整体下来，他们的团魂是有吸引力的。第2名 ，Again Again。这个冠军相的队伍呢，我把它排在第2名，是因为我真的对他们期待值实在太高了。因为他们一排站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绝对会拿第1的。没有想到在演出过程中怎么样，忘词。但我觉得窄的部分就跟我刚出舞台的时候讲到的是一样，我觉得他一出来的时候是蛮亮眼的，是能够抓住你眼睛的。可是他第2次出场的时候呢，就 always 不会觉得说好像比第1次还更亮眼。
对他唱歌越有自信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出道的。小小的瑕疵啊，不然我觉得这一组是最完美的，因为他们的感染力真的非常强。第一名我要颁发给 Check Check Boom。Check Check Boom 呢，是我目前看完所有的表演里面呢，会让我觉得说，我想再看一次的舞台。Again 也有，可是 Check Check Boom 会让我有一种你们的合作真的是默契非常的好，我觉得团队的配合非常的好，整体的张力也非常的棒。我个人觉得看到后来或到现场，我都觉得这些人都已经把 Check Check Boom 这首歌融入在自己的身体里面，很像在表演自己的歌曲一样。我觉得因为这一首歌这个组合，我觉得让我记住蛮多选手的。我觉得这才是我认为看一公是最主要的目的。当然最主要的人气选手我们是该看的，如果有一组人气稍微比较低一点的，他因为选对了歌选对了队员而做出这样非常棒的舞台，我觉得这才是我一公想要看到的画面。补充3个小问题，我觉得哪一组的表现有超出预期？第一组呢，我一定会提 Butter 还是 Better。BTS Better 跟 Shit 这一组是会让我觉得说，哇，你们完全超乎我的预期。Butter 这一首一亮相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心中就已经造起了前奏的音乐，噔噔噔噔，你们到底会怎么表演呢？你们到底会怎么做呢？没有想到，真的蛮精彩的。记得这一组是一开始好像排站出来的时候呢，对面是蹦蹦贝斯，哇，这个就是要紧张了，完蛋了。孙家豪是先哭了一场，完蛋了，他这样子哭好吗？没有想到那个声音真的是了瑞 key 呢。所以这两组呢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超乎我的预期的。我觉得最有潜力出道是哪一组 ？Again， 我觉得这一组呢6出4，我不敢打包票6出6啦。比起其他组，他们一站出来的气势、唱功、长相、实力，我觉得他们都兼具的非常的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呢是很有冠军相的感觉。第3个问题，哪一组的舞蹈技术特别的大 ？Gorilla。这一组呢就是魔王组，因为他最后是疯狂输出歌声跟舞蹈的，在这两个平衡之下，我觉得很难拿捏到，而且动作有多满，因为原版的动作就已经这么满了，选秀节目可能要短时间之内弄出一个作品，而且我觉得强度也会随之提高。接下来我来分享一公舞台里面的个人版，我就分每一个问题里面，我觉得最适合他的人有谁。第一个是哪一个选手的表情最到位？我个人觉得是秀，你的表情真的是最到位的。他一出场，我就目不转睛，一直在看着他，他就是有一种吸我的眼神，而且我当时几乎整首歌一半都在注视他，而且我觉得他的表现啊，在镜头上面都非常的好。第二个，哪一个选手的舞台感染力最强？汉杰的一开场噔噔噔噔，前奏一下去的时候呢，汉杰那个眼神一出来，激魂大发了。还有他 ending pose 在做什么？我真的说被他抽走一半，而且我要给他一个封号，他是开场巨人。我真的觉得他开场真的就是可以镇压出现场所有的气势，厉害了汉杰。第3，你觉得谁是 C 位的王者？我个人觉得刘冠佑。我觉得刘冠佑呢是综合评估下来，你今天不管把刘冠佑放在什么位置，都非常适合 ACE 全能的选手。第4个，我最能期待他后期的表现。麦克雾是我个人觉得他在出舞台的时候呢，是稍微有被淹没到。但是他在 Check Check Boom 的时候呢，整个他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得非常好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指日可待的选手。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选手啊，现在的情况要出道来说，我觉得 Michael 可能再努力一点，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。而且我觉得他理解的歌曲的角度非常的好。第6个，人的动作完成度最高，以一公舞台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是建佑。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现场讨论度真的蛮低的，但他的完成度在那首歌上面，我觉得比其他人下来，他的完成度是最高的。哪一个选手的进步幅度最大？张吉俊。还没有到现场的时候，我在做功课，看到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综艺，非常的搞笑，所以我现场很期待他的表演。那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其实蛮稳的。后来回到看初舞台的时候呢，发现他的 Wow 跟 Taste Baby 的时候，我就心想他的进步程度真的非常的大，因为从初舞台到一公的舞台，你有这样的表现，你有这样的进度的幅度，是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看得到的。我觉得他也是有机会加入在出道组的。只要他继续努力的话，他就是一匹黑马。后面我来补充一下我没有提到的组别，我觉得Shit的这一组孙将反差感非常的大，上台访问的时候哭，上场表演的时候整个大爆发。那再来，我觉得Shit的这一组的稳定度最高的是黄玉涵，最稳的状态。再来就是 Shine 这一组。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呢是到中间的副歌才慢慢开始找到一个节奏。那我觉得前半段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有在熟悉舞台，虽然他们是非常可爱的样子，可是 Let's Play 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才慢慢拉回来一点点。那 How You Like That 这一组呢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组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用力，用力也过猛。
他们整首歌的那个声线真的是非常的用力。How you like that？ 一直听这种感觉的话，我自己听久会有点疲乏掉。加上我觉得这一组的用力的点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可能是手腕出力，有些可能是手肘出力，但手腕跟手肘就是不太一样。所以如果在排练的过程中，你没有定好一个位置，是我们这个点这一趴1&8的时候是手腕、手指再回来，这个都是要先讲好的，不然董德会觉得说啊，那大家只要做到感觉就可以了。那 Sorry 组呢，是他一出场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选对歌了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不败。可是到最后面的时候呢，这个亮眼的地方好像不是在这里才对。可是我依旧想起来 Sorry 这组的时候呢，终究会想起这一段。我觉得这组的蹦跟智慧是让我觉得有点印象深刻的。当然还有最后飙高音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两位是真的有在享受舞台。最后还是要做个提醒，爱奇艺的 App 每一天都可以点亮选手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到现场投票给他们。我觉得现场投票的比重绝对是比你点亮还要再大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点亮也很重要，去现场投票也很重要。以上是我的第一次公演的经验分享，还有我团体前3名，还有是我的排行榜个人以及团体。如果你也觉得有一些是我没提到的，或者有一些是遗憾的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讨论。下次见，拜拜。